go together like birds and the sky. From the moment that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C 姐。我收到一对新婚夫妻的请求，女屋主小小呢是一位高中教师，跟我们沟通的第2天就飞到外地去支教了。男屋主是一位生意人，平时工作非常的繁忙。他希望2个月后呢，也就是小小从外地回来之前，能够住上新房。这样算起来呢，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紧张。可是考虑到这次设计的呢是一个精装房，所以问题应该不大吧？可是当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这简直是一场跟精装房的较量。进来玄关有一个爸爸色的土气大鞋柜，过来还有整墙的土黄色壁纸，还有这精装房已经大部分的柜子都打好了，可是颜色真的很无语。主卧呢，为了体现出精装房的高级感，样板房和效果图里面的黑玻柜门让你瞬间心动。然而买家秀的讽刺永远不会缺席，更不用说完全透明的柜门对入住后收纳整理的要求有多高了。请看吴昕姐姐的这个衣帽间，很东西，但其实我知道东西在哪，其实也是像这样子，也是乱，但可是小小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开发商提供的精装修是5000元一平的，等于已经在这上面花了50万，千万不要动它的硬装。那我们就只能想想其他的办法了。大家耐心将视频看完，看我们怎么将困难逐个击破。柜子那么大，颜色不好看的话，会影响整个房子的颜值。但是鞋柜重做要4000，衣柜重做要5000多，推拉门也要4000。钱不是问题，浪费国家资源才是问题。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改色来解决它的尴尬土气呢？那跟我一起来看看师傅怎么说吧。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实在是太丑，有精装仿配，这个是就有点屎黄的感觉，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要把它变成哑光灰色。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工序。我们整个施工流程呢是，首先是要对这个板材进行打磨，打磨完后全部都封闭，做完封闭以后呢，再重新打磨，再刷3次底漆，而且呢每次底漆全部要打磨一遍，然后呢再重新刷3次面漆。为什么有的人在里面刷完之后那个漆慢慢想会变黄呢？因为里面那个木材里面可能会有第一个可能干燥前导出来一些水分呢，或者有些木材里面的本身含有那个东西，它透出来，对，会导致这个漆面会变色泛黄之类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泛黄是因为那个可能外面的空气氧化都不一定，有可能是里面出来的，所以它变黄很快，然后有可能是那个木板很烫哦，太可怕了！大家一定要回去就立刻看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太恐怖了吧？这个柜子多少钱？全部做出来的。柜子改色的费用以及不同供应商的横比在片尾彩蛋，不要错过哦。经过打磨、封闭、打磨、底漆、面漆这么多个步骤之后，终于搞定了。最后再配合整个黑白灰色调的空间，让整个玄关这一面瞬间提升 N 个 level。这一区呢，我们也做了比较多的考虑。原本精装房自带的厨房空间小，收纳空间有限，所以需要在餐厅补充餐边柜的形式，来增加餐具和干货的收纳。如果将餐边柜放在厨房推门的外侧呢，就会影响进出厨房的动线。所以我们在原本改完色的柜子的基础上呢，又向外延伸了2组柜子，整体风格更强烈，动线也更顺畅。我们做了一组黑色的开放格来摆放小小收藏的装饰品。这个开放格呢，也可以让玄关的空间更加的灵活，不呆板。接着过来呢，我们是做了一组浅灰色的多功能收纳柜，因为这个区域离客厅和餐厅都非常的近，所以我们将中间呢做成开放格的形式，还增加了一组插座和开关，这样子呢就可以存放它的早餐机啊、咖啡壶之类的小家电。一整面3.6米宽的定制柜，是充分满足小小的大容量收纳需求的。在沟通中呢，我们发现小小需要很多的功能区，都有哪些呢？给你们念一下，包括一个用餐的区域，一个画画的区域，一个泡茶的区域，休闲娱乐区、书房、衣帽间、健身房、客房、儿童房、老人房，当然还有一个主卧，总共11个空间。即使在4房2厅这样的房子里面，都是明显不够的。那首先呢，就是餐厅区，因为2夫妻平时是习惯在茶几上吃饭的，所以我们在餐厅区呢是安排了一个折叠餐桌，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伸展开，可以容纳6个人以上就餐，不需要用到的时候就可以折叠靠墙来摆放，上面放上有艺术感的装饰品和绿植，成为入户进门的一个端景。
而释放出来的空间呢，就可以让小小来画油画啦。我们这次设计的风格呢是现代轻奢风，通过不同材质的运用去呈现轻奢的质感。沙发这一区呢选择的是3+1的形式，采用了一个1字形浅米色的真皮主沙发，再加一个非常舒适的休闲单人沙发椅。因为小小强烈希望空间中呢有一个粉色的元素去体现女性的温柔浪漫，所以我们特别定制了这款很别致的单人沙发。它采用进口雪尼尔面料，既有绒布的光泽亲肤感，又不像绒布那样容易倒绒。沙发旁我搭配挑选了一个塔兰托边机，透明的材质能从视觉上扩大空间感，并呈现出现代风格的设计元素。这款边机呢，它的整个框架是采用了防指纹的镀金不锈钢，金属与玻璃和亚克力材质的碰撞，让这个小小的单品充满了设计感。这款帕托瓦叶扇落地灯在我们之前的案例中有给大家推荐过，这次呢我挑选的是这个黑色的款式，它真的非常的百搭，无论是复古风还是现代风都很适合。黑色的水磨石底座不会让灯体过于奢华，符合轻奢的定位。小小喜欢有艺术感的单品，所以我们在装饰画和软装饰品上都遵循这个原则。比如客厅这幅非常特别的立体装饰画，还有这个可以随意变换造型的主吊灯，都增强了这种感觉。那主卧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个丑丑的衣柜，我们一样做了改色，把原本土气的木色换成了现在这种高级的灰色，全透的玻璃门呢也换成了这种半遮挡的长虹玻璃，完美的平衡了通透性和私密性。屋主希望睡觉前可以在床上看书看 pad， 要求主卧的床一定要靠着，超级舒服，有包覆安全感的那种，所以我们特地挑选了这款意式现代双人床。面料呢是这种浅灰色的天鹅绒面料，摸上去非常的柔软亲肤。天鹅绒的光泽呢也能呈现出我们想要的轻奢质感。这款床还可以定制棉麻或者是皮的面料，都能表现出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在主卧的床头背景墙呢，选择了一幅纯手工制作的装饰画，它的这种立体的造型和简约的画面设计，为房间增强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氛围。接下来呢，就都是重头戏了。一个房间当2个用，那3个房间呢就变成了6个房间。所以这次设计的就不是4房2厅啦，而是7房2厅，是不是感觉买了栋超大豪宅？作为高中老师的小小，平时需要长时间在家办公，所以呢需要一个独立的书房。为了得到更好的采光，我们将书桌呢是安排在了靠窗这个位置。书桌左边的飘窗台上放打印机，右边的定制柜开放格存放书籍。书桌挑选了抽屉悬空的款式，看上去轻盈不笨重。因为小小的衣服很多，主卧呢只能存放其中的一部分。在分析了它的物品数量之后呢，我们将书房的这一区规划成衣柜的形式，作为它衣服的延伸存放空间。那在衣柜的内部呢，我们是增加了这样的裤架，还有配饰格。那像这个隔断呢，其实是可以取出，看屋主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所以呢，我们也经常笑称这个房间其实是小小自己的衣帽间。那看完书房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对面的房间。小小希望家里能够有一个客房，这样客人过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方便休息。还希望能够有一个健身房，放置他的跑步机。当然了，还要有很多很多的收纳，没问题。这些全部都可以实现，一次性满足3个愿望。那是如何做到的呢？相信看过我们设计的第18个家的小伙伴都应该记得，那就是通过隐形床来实现。平时没有客人来的时候呢，将床收起；需要接待客人
跑步机可以自动立起来放到一边，不需要频繁的挪动。那我们使用的五金呢，是德国进口的索驰帆船五金，不用很大的力气呢，就可以把拉手拉开了。那么如果中间累了的话，也可以放手，它会自动的停止，非常的安全，即使是小女生或者是老人也可以独立操作。那它的这个脚呢，会自动的伸展开，整个床就是这样会缓慢的降落。那如果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拉手抬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像我这么瘦弱的女生都可以单手操作，足见这个五金是多么的耐用顺滑。最后一个房间呢，目前会当做老人房来使用，后面当小小有了宝宝之后，会通过软装改造的方式再变身为儿童房。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卧室选用吸顶灯，它轻薄不占空间，但是好看的轻奢风吸顶灯款式真的太少了。我花了很多心思进行选品，在店内上架了几款非常特别的吸顶灯，推荐给大家。它们的主材质都是纯铜，搭配磨砂或者水波纹的玻璃灯罩呢，显得更加的有质感，柔和室内的光线，很适合卧室使用。那这次精装房改造呢，我们运用到了软装的手段来拯救精装房的土气尴尬，在没有动硬装的情况下，也能让房子焕然一新。现在改色慢慢成了很多精装房的刚需，可是就像师傅所说的，并不是随便倒腾就能完成，小到开关，大到家具家电，都需要用心的挑选和设计，才能真正的为房子增添光彩。全部做下来是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个衣柜，然后一个大鞋柜，一个门，对，推拉门，对。只有滴不能改，为什么滴不能改？他们之前拒绝我了。这个其实改色应该说很多品牌都有在做这块，不是说滴不能改，因为滴跟我们是不一样，滴应该也能改，只是说这种呢相对来说需要的技术含量会高一点，还有这个如果做不好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就说看它的品牌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些风险。因为它比较复杂。对，因为它这个对师傅的手工工艺要求是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来讲，做的最大的就是墙面刷新这块嘛，对，简单，就修补打磨刷1次底漆2次面积就可以了。但是这些呢，它会涉及到封闭，还会涉及到3次底3次面。它要刷的层数比墙要对，而且呢，做这些木漆漆呢，没量，量比较少。对，赚不了钱。对，量比较少。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打的这个就是说为我们的客户服务而去做这个事情，不是说要在这里要获得多少利润才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我们主要的还是要给客户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块其实不管它量怎么样，或者说利润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宗旨就是先把这个事情做好。有个门。